喂，吴阿姨，陆亦可在我这儿呢。侯局长，今天我要批评你了，你误了我的大事了，你知道吗？我托人啊，给他介绍了一位汉东大学的副教授，约好今天见面的。对不起，吴阿姨，我不是不知道吗？哎，那现在来得及吗？侯局长，你必须亲自把亦可给我押到现场去。行，我一定亲自送她到约会地点。好吧。我以为你是来安慰我的呢，原来你是逃婚呢。我就是来安慰你的。什么逃婚啊？我最烦相亲了。我就不走了，我赖你这儿，我急死他们我。哎，我说陆大小姐，你行行好行不行啊？你要不去的话，你妈一天3顿往这儿送饺子，还都是芹菜肉馅的，你能不能可怜可怜我的胃啊？哎。什么？就让我可怜你的胃？这是我帮你忙啊！行，跟我一起啊，吃完赶快送你去。今天真是气死我！本来我是来安慰你的，你倒好，非逼我去相亲。一会儿跟人好好说话。别婆婆妈妈，上车吧。厅长，您打枪的时候，就是你最帅的时候。这回不管怎么说，欧阳菁先哭起来了，侯亮平铩羽而归啊。但是我的第一道屏障没有了。我跟你说啊，你可千万不要小瞧了我这位学弟，他会死死地咬住你的山水庄园。可我就不明白了，他为什么盯着我不放啊？他不是对你，是对我。他这次到汉东来啊，我觉着就是冲着我来的。会不会是你太敏感了？这也得有个道理和理由啊。直觉，就是一种直觉。谢谢，客气。不好意思啊，我刚才在办一个案子，所以迟到很久了吧？不算久，也就48分09秒吧。果然是学理科的，都精确到秒了。没有，我现在不干专业也好多年了，现在负责基建。这不干专业不是很可惜吗？有什么可惜的？现在干专业，要是没点科研基金啊，那得都穷死。你想啊，每年都要发表论文，科研成果啊，挣的这点钱啊，都不够在杂志上面发表文章买的版面费呢。买版面，不是3令5申一定要被禁止吗？什么禁止啊？说说吧。我跟你说，不仅是版面费，现在啊还能买到实验数据。连实验数据都能买，我也算开了眼了。这有什么新鲜的？社会上专门有人成立公司，专门卖实验数据。哎呀，今天啊3堂会审，可谁想到审出一个清白的阿庆嫂和一个十恶不赦的蔡成功。这审之前啊，我就跟老纪夸下海口，说我们有突破，可谁想到是这么一个结局。老纪呢不错，他没修理我，还说要请我吃饭，我哪好意思去啊，多惭愧啊！我给你分析一下啊，这蔡成功呢是个坏蛋，可他也没有能耐安排丁义珍逃跑啊。这丁义珍跑了，谁是最大的受益者？我们怀疑过李大康，但是呢又排除了。现在的真相啊，真是越来越模糊了。另外呢，我还担心政治生态的失衡。什么意思啊？一个地方能够平衡，是和谐和默契的结果。你要知道，人家如果想查你的话，怎么都能够查出问题来，最起码可以告你个玩忽职守吧。
你是说侯亮平会打破现在的政治平衡和默契，引发火拼？不管你认不认，人家都认为侯亮平是你汉大帮的人，你汉大帮的人把人家老婆抓了，人家要报复起来，不会针对某一个人，而针对的是你整个的汉大帮。可他侯亮平犯的事儿，也不至于让汉大帮所有的人帮他买单吧？这得有个重点呀。所以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你山水集团成为别人的重点。要知道这几年你山水集团做的如日中天，遭人恨。就说那个王大陆，他呢跟大康书记搭过班的，两个人是朋友。而那个大丰那块地，你要知道王大陆是非常感兴趣的。所以小秦，我提醒你啊，山水集团的一些项目能够停就先停下来，免得树大招风。好，我听你的。其实中央8项规定出来之前，我们好多业务都已经停了。本来以为就刮一阵风，过了就过了。可是没想到这次，还真的把自己的嘴巴给管住了。所以我让你收脱战线，山水庄园只要不赔本，能维持就行。现在已经赔钱了，我就是怕赔的太多，内部先乱了。不会的。不说这个了，说说你儿子小皮球吧，太淘气了，跟我们家然然简直就是难兄难弟。我最近啊要好好教育教育他。可在这教育问题方面啊，我和陆亦可也有矛盾。你知道为什么吗？这陆亦可啊是把小皮球当成自己儿子看嘞。胡一东，报告报告。什么人啊？小刘，局长被攻击了，他们有枪，快！你们是省厅还是市局的啊？省厅我就找祁同伟，市局我就找赵东来。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反贪局局长。你新局长想搞死老局长是吧？我干嘛搞死老局长？你一来我们就追你了。你终于要下手了是吧？哎呀，你们抓错人了！你们抓错了，我有证件的。局长！看来现在大学也不是象牙塔了。这一点啊，我是早就看穿了。所以说什么呀，我都得弄一个行政职务。陆处长啊，不瞒你说，就我现在处长这个位置，10几个教授都盯着呢。像你这样的教授也越来越多了。哎呀，这话怎么说呢？现在啊，每个人都很聪明，没有谁比谁傻，谁还低着头一门心思研究学问？你弄个教授、副教授，有什么用啊？一点含权量都没有。那你现在认为你的职位含权量很高了？我这个职务10几个教授都盯着呢，含权量能小吗？现在在我这个含权量高的平台上面啊，我马上评教授了。这个含权量还是挺重要的哈。这样子的话，专业职称也能层层的往上升。哪里，见笑。林老师，您是很赶时间吗？要不然我们今天就这样吧。不，陆处长，不，你坐，没有，我这个就职业习惯，我们叫它叫掌握时间。陆处长啊，你看啊，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您看啊，我们汉东大学啊，新校区建得差不多了，马上我这个基建工作呢也没啥意思了，我就在想，要是将来咱们在一起了，我是不是也能调到你们政法口工作呀？我们政法口的职位，是不是含权量更高啊？那肯定比研究学问有意思啊！再说了，陆处长，我也想像您的姨父那样，我们汉东大学的杰出校友高玉良书记那样，出来干一番事业。对不起。喂？什么？侯局长被抓了？你们干什么吃的？给我原地待命，保护好陈海。我马上过来。不好意思，我这案子必须得去一下。哎，要不是看在高书记的份上，谁还有时间陪你聊天？哎呀，
你们可真行，暗算陈海的人没抓到，倒把人反贪局长给抓了。那就带到117办公室吧。既然大水冲了龙王庙，咱就摊开了好好聊聊。好，我等着。喂，陆亦可，我没事儿，没事没事，你就好好相亲吧。啊，挂了。局长，局长，大快人心呐，活捉侯局长。你俩回吧。赵东来，故意的，故意出我洋相是吧？哪能啊，侯局长，是你行为可疑。你说削水果，谁能为你证明啊？他们是怀疑你图谋不轨，所以才动手的。哼，这么说，你的人一直都在保护陈海了？当然，原来我4个人呢，你们加派人手之后，我撤俩。你就扯吧，还保护陈海呢？我又不是第一次去医院，他们会不认识我？我跟你说，原来那4个我都撤了，这2个新来的，今天刚上岗。我就全当你说的是真话，怎么以前不跟我们说呢？你们有很多事跟我说了吗？还派人搞我侦查，搞你侦查绝对没有。别抵赖，别抵赖啊！你的手下陆亦可跟我谈判的时候，还在搞我侦查呢，是你指使的吧？肯定是误会，要不就是他自己自作主张的。反正这些跟你都没关系，对吧？跟我当然没关系了。不过赵局长，你派人暗中保护陈海这事儿，我服了。服了啊？嗯，这就对了。说实话，搞职务犯罪侦查，你们反贪局是长项；要是搞刑事侦查，你们肯定不如公安局。还派司法警察过来，侯局长，关键时刻司法警察救得了你吗？我怎么越听越觉得这事儿就是故意的呢？行了，别提了啊，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你们呢也别往外传了。你们要是影响了我的形象，我也一定派人破坏你的形象。放心，维护局长形象，给你保密。好。我跟你说实话，还真有人想暗杀陈海，想杀人灭口，而且差点得逞。什么时候的事儿？几天前，陈海从观察室转到普通病房的过程当中，有人悄悄剪断了陈海的呼吸管，差点造成陈海窒息死亡。这事儿过后呢，我也骂了他们，必须追查。但是当时2个值班护士说啊，是患者家属在医院闹事儿的时候，碰掉了陈海的呼吸管，呼吸管明明是被剪断的。我甚至怀疑这次患者闹事儿是有人精心策划安排的。那2个护士呢？有没有嫌疑？倒没发现什么。不过我们那俩警察有问题。什么情况？陈海转移病房的时候，2个警察都不在场，一个呢吃早点去了，另一个在值班台泡人的小护士。玩忽职守。我最不安的啊，其中一个警察的亲戚，让你们检察院给办过。谁啊？就那个吃早点那小刘，他的叔叔原来是一个什么局的副局长，2年前因为贪污受贿1000多万，让陈海给办进去了。我说赵局长，你们的政审是怎么审的？政审也审不到人家叔叔头上去。算了，这事儿不提了。反正那俩警察呢，已经被我开了。今天这俩真是新来的，他不认识你，要不然也不会抓你侯局长啊。那赵局长，今天那俩大个儿，别批评他们了，得表扬，你得好好表扬。
所以说嘛，大快人心事，活捉侯局长。哎，你怎么还来啊？不是说好的吗？该表扬就表扬，该保密的你也得保密，啊。老弟啊，你放心，肯定给你保密。回来了。那个林老师怎么样啊？妈啊，你眼光越来越好了。真的啊？说说。这主啊，是我小姨夫高玉良书记的粉丝儿。人家相中的不是我，是我小姨夫。正打算朝我小姨夫的康庄大道上奔呢。你什么意思啊你？没看上就没看上呗，存心恶心我呀你？哟，不是我恶心您啊，是您在恶心我呢。人家不是来相亲的，是来认小姨夫的。说吧，这货什么来历啊？这个林花花，在给你介绍林老师的时候，我就反复叮嘱过他，在林老师面前啊，不要提咱们和高玉良的这层关系。您说不提就不提了。好你个林花花，我加班加死你！妈，我正式通报您一下啊，这位林老师不是什么好人。人家怎么不是好人了？这个人我见过，我觉得人挺不错的。一可呀，我看你是不是多心？我多心？您闺女是干什么的？反贪局的侦查员。我来学学这位林老师啊。不迟不迟，不过迟到了48分09秒而已。啊，这是我的职业习惯，我要掌握时间。这主隔5分钟看一下他的手表，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戴了块名表。行，我看见了，劳力士满天星，价值不少于30万。哎呀，人家不是第一次跟你见面吗？再说了，人家是想在你面前展示一下自己的经济实力。相亲嘛，是可以理解的。可以理解。这主干什么的来着？公职人员吧。大学的基建处长，以他的正当收入，怎么可能买得起这块名表？这当中会不会有贪污受贿在里面呢？我得让我们检察院去查一查。哎呀，我的大小姐，你消停一点行不行啊你啊？人家林老师是来相亲的，要是真的相到监狱里去，你说以后还有谁还敢给你介绍对象呢？啊，谁还敢跟你谈恋爱？风险也太大了吧？对了，这嫁女有风险，介绍需谨慎。喂，荆州检察院吗？陆一可，我喊你亲妈了，行吗？人家林老师那块表，万一要是假的呢？啊，人家为了相亲，管别人借了一块名表。你是想判冤假错案是吧？是不是冤假错案？咱查查就知道。好，陆处长啊，从今往后你的个人问题我再也不管了，行吗？您刚才说什么来着？您是我亲闺女。哎呦，小宝贝儿！你这个臭丫头，我打死你！玉良书记，想耽误您2分钟，跟您汇报个事儿。这一大早的汇报什么呀？啊，小何，黑子哥，你先去办公室吧。哎，玉良书记，我有点担心侯亮。
担心什么呀？担心这个猴崽子会翻跟头？有个事儿，我不知道您听说了没有啊？昨天晚上你真的没被市局活捉？真没有，你以为我跆拳道白练的？人有枪。有枪怎么了？我现在不是好好的跟你在这说话吗？侯局长，两种可能性啊，一你会越狱，还有一种，你已经成了叛徒。哎呦，陆亦可，我当叛徒？我可告诉你，我昨天是去赵东来市公安局窃取了机密的资料，你见到赵东来就知道了。昨天我们2支侦察队伍胜利会师，就像红军当年在井冈山会师是一样的。看这。昨天还山重水复疑无路，今天就柳暗花明又一村了。有个好消息，想听吗？你是领导，想说就说，不说拉倒。我今天一大早就接到了周正从旧金山打来的电话，找到丁义珍了。找到了。哎，你猜猜这位丁副市长现在在干什么？反正应该不会有那么多人请他吃饭，给他敬酒了吧？那当然，他现在在一家餐厅给人洗碗洗盘子呢。这么惨？就这么惨啊！周正和我说，丁义珍被海外黑社会集团控制，很有可能被我们劝返。我也告诉周正了，能劝返最好，如果一时还不行，也希望丁义珍能配合我们，把出逃当晚的情况给我们讲清楚。只要他能开口，这盘棋活了。昨天在机场高速上，侯亮平用5辆警车截停了达康书记的专车，然后就在众目睽睽之下，从达康书记的专车上面把欧阳晶给带走了。这事儿我知道，这事先老季给我打过招呼。我告诉你，欧阳晶出事儿本在意料之中。是在意料之中，但是您不觉得他这么做有点蛮干吗？你认为侯亮平这么做是蛮干？我觉得他这么是胡来。您想啊，现在汉东的政治局面这么微妙，是吧？你这么一做，等于是掀起了一场巨大的波澜，这无疑是打响了汉东内战的第一枪啊！这边。侯局长、陆处长，欢迎2位。哎，我问你，昨天晚上的事你替我保密没有？连陆处长都知道了，怎么回事？什么怎么回事？你别问我呀，问你们陆处长。那就让那2个法警下去，关键时候上什么厕所啊？领导被捕了，不替领导保密，还到处宣扬，以为这是什么光彩的事儿？当然不光彩，但是有传奇性，有四处传播的价值。来，赵总来，你说你过来坐吧。王队、陈队，来。王队，谢谢。好，谢谢。那咱们就在这儿言归正传啊。好，这是我们刑侦支队的支队长王国峰，也是117案件的主要负责人。陈文强，经侦支队支队长，正在破获几起大的非法集资案，其中就包括蔡成功所涉及的3起非法集资案。国峰，你把117案件的情况给2位介绍一下。是，侯局长、陆处长，
咱们都知道，陈海是在1月17号的早上被撞成重伤的，所以案件就以日期命名了。但是，从陈海被撞的1月17号的那天早上直到现在，我们从来都没有觉得这是一场单纯的车祸，而怀疑是谋杀。陈海出事呢是早晨8点半。你们想啊，谁会在一大早喝得烂醉如泥的？这里边疑点太大了。是有太多疑点了，我当时就提出了疑点。您想，你侯亮平是什么位置？你是汉东省检察院反贪局的局长，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他是您的学生啊。你这么一弄，别人会怎么看？达康书记会怎么认为？人家不认为说是你个人的事情，别人就会想到说是你汉大帮为了上位，在清除自己的障碍，清除异己。于长书记，丁义珍到现在还没有抓到，省里面120多名干部，这个任命问题全部都冻结了。你说他这种关键的时候，你去招惹人家干嘛？那不是招惹麻烦吗？你还是在想你这个副省长吧？当然有这个因素之一。您也知道，这次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如果我上一步，也就上去了；如果上不去的话，可能我的政治生命也就到此为止了。另外，您看您还有1年就要退居2线了。您要知道，您一退，那咱们省里好多干部的政治资源可以说就都没有了。政治资源，谁发明这词儿啊？啊，不如直接说是靠山。当然也是这个意思。如果没有您这个靠山，哪有我的今天呀？你还知道啊？我当然知道。到办公室聊吧。祁同伟知道，老师高育良是他的政治资源，而他过世的岳父梁群峰又是老师的政治资源。师生之情加上裙带关系，为他构筑了一条顺畅的上升通道。本以为副省长唾手可得，可没想到中央派来个沙瑞金，让他本可预见的前途变得渺茫起来。现在已经查清楚了，犯罪嫌疑人阮成玉有黑社会背景，而且4年以前啊，就是因为酒驾撞死的人被判了2年的徒刑。所以我们觉得这次有故技重施、受人雇佣、蓄意杀害陈海的嫌疑。说说理由。好，阮成玉在案发的前一天晚上喝了不少酒，这是事实。但是，还有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就是他血液当中的酒精分解酶远远高于常人。也就是说，他对酒精有一定的免疫能力。没错。啊，还有啊，在审问他的时候，无论怎么审他，他就一句话：我喝多了。再怎么问他，别的话一句都没有。这个阮成玉是2进宫了，故伎重演，很有经验。他非常清楚，酒驾肇事，最多就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蓄意杀人，那就是死刑。那究竟是谁会雇佣这么一个酒驾杀手？我们也在想这个问题，于是呢，我们就盯上了蔡成功。哦，同伟啊，我实话告诉你。就在前几天，省委组织部和纪委的主要负责同志代表省委向我征求意见。我继续推荐了你。我推荐你啊，是因为你的资历和能力，但是现在我对你有点失望啊。我不太明白。你不太明白。李大康用自己的专车亲自出马。送有犯罪嫌疑的前妻去机场，准备出逃美国。侯亮平无私无畏，坚持原则，拦下了他。怎么了？做错了吗？我告诉你，在这件事情上，侯亮平没有任何错误，倒是你，是不是太没出息了？生怕沾上汉大帮这个嫌疑，是吗？但是自从我们盯上蔡成功那天起，我们就发现。你们的影子一直伴随着蔡成功，在保护着他。很正常，蔡成功是欧阳菁受贿案的举报人，欧阳菁也是李大康书记的夫人，啊，现在是前夫人。我没想那么多，
我是就事论事。怎么没想那么多呀，侯局长？你们甚至认为李达康书记通过市局想置蔡成功于死地，甚至怀疑李达康书记安排丁义珍出逃。赵局长，你是在编故事吧？好了好了，话说到这儿，蔡成功说你们反复的让他念一个电话录音，什么意思？蔡成功怀疑有人要陷害他。既然提到这个了，也正是我今天想跟你们说的。国凤，一会儿你把蔡成功那2段电话录音，还有陈海手机里恢复的举报电话的录音啊，拿过来给2位听一下。2位呢也跟着一起判断一下，是不是一个人的声音。董伟啊，你想想看，如果你如愿当上了分管政法的副省长，在之后又接了我的班，做了政法委书记，你让我跟省委对你怎么放心呢？你有没有这个能力把控这么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玉良书记，我没有太理解。遇事不能只想到自己，要顾全大局。说来说去还是为了这个副省级，为此你瞻前顾后，谨小慎微。现在又怕侯亮平对李达康的老婆出手，让你的政治利益落空了，你让我怎么说你呢？但是侯亮平这么做确实是打破了汉东省政治生态的平衡。我告诉你，平衡永远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侯亮平出来打破了这种政治平衡，不是坏事啊。侯亮平不按牌理出牌，倒是让那研究牌理的人大跌眼镜，有什么不好？啊？我告诉你，这亮平身上有很多东西啊，值得你学啊。确实，亮平身上有很多东西值得我去学习。陈局长妈，我举报，我要举报一帮贪官，他们不让我好好活，那我也让他们不得好报。我有个账本，要当面交给您。这明显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同意。这就对了，不同技术部门2次鉴定，得出的是同样的结论。那也就是说，陈海车祸之前接到过2个人的举报电话。对，陈海跟蔡成功确实通过电话，蔡成功自己也承认，他约陈海在大龙山废旧柴车厂见面，但是没留下任何录音。留下录音的是另外一个举报人，这个举报人才是案情的关键所在。那这个人是谁？你们查了没有？我们也正在查，但是啊，我有种感觉，这个人估计不在人世了。那就着重查一查陈海车祸之后几天，荆州发生的非正常死亡的案件。老弟啊，咱们又想到一块儿了。这说到刑事侦查，我侯亮平不一定比你差。童伟，23年前那个中弹不下火线的英雄缉毒队长去哪儿了？15年前那个坚持正义的检察长又去哪儿了？8年前兢兢业业的公安厅副厅长又到什么地方去了？你能不能找回来啊？能吗？您都记着呢。我当然记得。你是我教学生涯中难得的几个好学生之一啊。再说了，你的老岳父梁群峰书记对我有知遇之恩，要不是老书记点将，我现在兴许还在汉大教书呢。当然了，这教书育人也没什么不好，但是政坛对于我来说，可以更加的海阔天空了。玉良书记啊，我知道您是一个知恩报恩的人。有时候翻回头来想一想，这些年我成长的一个过程，其实就是您报恩的过程。说实话，这23年来，在你成长的每一个环节上，我都密切关注啊。现在蔡成功的案子交给我们市局做并案处理了。侯局长刚才概括的非常好，今天就是我们2家侦查单位的会师。会师之后呢，双剑合一，剑气冲天。之后咱们就信息互通，资源共享。一定，一定。那陆处长是不是就能做我们的
联络员。我也是这个意思。你看，我今天不是把陆处长带来了吗？太好了，那今天就算是我们两家第一次联署办公了，对吧？那既然这样的话，你们是不是也把对蔡成功的侦查情况跟我们通报一下？好，陆处长，你来说。好。童伟，哎，回去好好想想吧，最近都怎么了？啊，哪根弦打错了？就为了这个傅盛杰，抓捕丁义珍是你的本职工作，只有把本职工作做好了，我才可以更好的为你说话嘛。你说对不对？我记住了，您放心，我一定把我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那就好，还是那句话，别再让我失望了。我保证。祁同伟十分费解，老师是不是真的老了？为什么不愿意出面跟李达康讲和呢？这不是给新来的省委书记一个分而治之的机会吗？当真要跟李达康拼个你死我活吗？小毕啊，昨天你们怎么没有汇报工作啊？丁义珍那边到底什么情况？有没有什么进展？祁连长，有好消息，事情有了重大突破。丁义珍现在已经落入了黑社会依附帮的手里，吃了不少苦头，想极力摆脱，我们有可能劝返。我们已经从洛杉矶赶到旧金山了，正在伺机行动。不过你要记住啊，千万不要触犯美国法律。小毕啊，我还是要多说一句，有一根弦，你们脑子里边必须时刻给我绷紧了。在美国，你们不是警察，没有执法权。明白。祁连长，丁义珍的妹妹也和我们一起赶过来了。另外，周正作为证人，也到现场了，正在交涉。那好，有了新的情况，马上汇报。好的，明白。根据这些已经查明的情况，我们的初步判断是蔡成功行贿欧阳菁以及后面的举报均系个案和116案件陈海被撞，还有丁义珍的出逃没有直接的关系。还有啊，谋杀反贪局长陈海，在众多领导的眼皮子底下指挥丁义珍逃跑，能做出这些的人，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今天我们第一次联合办案，大家也别藏着掖着了，有什么想法尽管说。我就觉得，蔡成功就是个疑阵。何局长，蔡成功也不是疑阵，他确实卷入了3起非法集资案里面，也确实负债累累。他说他想入狱保命，应该是真实可信的。这就是全部的事实了吗？应该不止吧。我们所面对的这个案子非常的复杂，有职务犯罪、刑事犯罪、经济犯罪，还有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的经济纠纷。怎么办？首先要拨开迷雾。侯局长概括得好，这个案子呢，的确很复杂，但是有些迷雾已经被拨开了。比如说啊，我们都曾经怀疑某位领导包庇自己老婆，甚至安排丁义珍出逃，跟陈海车祸有关。但是现在来看，我们的怀疑是错误的。这位领导是清白的。至少目前啊是清白的。你直接说李达康不就行了吗？我们现在分析案情嘛。为尊者讳嘛。我不懂政治啊，你接着说。We have never hired Mr. Ding working for us. What do you mean by rescue him? I know nothing about with this paper tape. We just got it from your kitchen, and I can see that. Tom Ding is washing dishes. I'm sure. All right, you're allowed to search in our kitchen. If you can find him, just take him away. Go ahead. Okay, we will be quick. Tom，你当真以为你妹妹救得了你？我错了，错了，我真服你们一福帮了，服了。你别逼着我们把你做掉。兄弟啊，你是好人，你就饶了我这条狗命吧。啊，汤姆，别说我没警告过你，
你的一举一动全部在我们的严密监视之下。我们收了别人的钱，就得替别人消灾，知道吗？好兄弟，你能否让我清楚是谁为我给你们付的钱？这个不能说，要想活命，你就少问。你现在有2条路可走，一条是留在美国跟着我们黑下去，一条是去非洲。去非洲？哎，你还别说，我还真认识一个非洲一个国家的采金矿老总。好啊，那我就去准备啊。不过，你得假装是自己逃走的。啊，我懂，我懂。另外啊，我发现高小琴的山水庄园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丁义珍出逃前经常在那儿出现，而且丁义珍跟高小琴又都跟116事件有关。当然，从目前来看，还没发现高小琴有什么问题。所以必要的时候可以考虑对山水庄园采取监视措施。2位领导同时都对山水庄园以及高小琴发生了兴趣。好吧，那就这样啊，重点追查举报电话的人，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啊！就从1月16、17、18这几天，荆州市非正常死亡和失踪人员查起，尤其是企事业单位财务相关人员，而且要把握好，自杀、车祸属于非正常死亡，心脏病突发也属于非正常死亡。与谁同步一肩上的职责，听一番枝繁叶落，看一幕檐下交错。此时此刻，情同手足在侧。与谁同我以心中的执着，听一声情没用了，看一片繁星闪烁。此时此刻，爱与永续，你我。以人民的名义赋予你生命的尊严，奉献的权利。当所有万马奔腾，扶摇升起，一口气直达心底，令人争气。以人民的名义托付你权杖的重量，勋章的意义。当一切尘埃落地，喧嚣归隐，一颗心情归故里，潇洒落笔。以人民的名义赋予你生命的尊严，奉献的权利。当所有万马奔腾，扶摇升起，一口气直达心底，令人争气。以人民的名义托付你权杖的重量，勋章的意义。当一切尘埃落地，喧嚣归隐，一颗心